哎，没想到吧，我竟然会做这个玩意儿的测评。其实吧，12月份我第一个想买来开箱分享的就是它。玩得久的胶老都知道，这东西要么它会出现在这里，要么会在这里，甚至有可能在这里。但最后它出现在了这里，多新鲜呐！咱大概率能猜到，7月的新番动画《古猎泰莎 U》剧情上已经被做成一坨臭不可闻了。石油老剩下的经费不知道被吃哪儿了，能出个 R 魂都不错了。所以我是非常想看看这货到底什么表现的啊！你问我售价，我388买的，没有参考价值。很多朋友会来问我新的玩具什么价格值得入，价格会不会跌，跌多少？我一般是不回答的，毕竟我不是那种类型的 UP 主啊。不过大伙儿其实是可以看看11区的价格，就现在这个交价的走势，那边基本就是咱们的版本前瞻了。这里很推荐挖煤机这个软件啊，直接就将日本的几大购物网站全部整合在了一起，而且也不需要挂梯子就能刷，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了。APP 自动把实时的汇率也算好了。那这里就比如这只日版的大傻，全新未开封只要260多，大傻在日本的人气也不低，那这个价格基本就可以预想到国内会是什么惨状了。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蹲一蹲日本的好价，他们那边像煤炉这样的网上二手交易不是非常的发达，还是有很多店内的买取，那挖煤机也帮你连接上了大型买取的网店，有些国内比较难见的东西，就比如 EX 合金的古莲泰莎老物，就可以像这样搜搜看日本的价格。而且 APP 内还经常会给好多的优惠券，还有关税补贴，可以说现在想海淘可真是不要太方便了。言归正传，那咱们赶紧来拆箱看一看这次的 R 魂大傻。我操，竟然只有这么简单一层吸塑！我的老天爷，定价接近400块，即使是连上大傻的本体，这配件也寒酸的太可怜了。除了一个双头的月牙斧和单头的握把，手型你竟然好意思就给2对，简直被震惊到无以复加。斧头前端拆下来就能换上单头的了，虽然我知道大傻没什么武器啊，但连个特效键也没有，真是。另外剩下的机构就只有背部这里的隐藏盖板翻下藏着的万用支架接口了，不过模具做大了，插上有点松。那接着来看到这次大傻的本体，虽然说咱这不是 anime 系列吧，但你毕竟是根据新番中的形象做的造型吧，但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感觉和设定里的出入还挺大的呢？我说不上来是哪里怪啊，但就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好像是胸的比例和大腿的比例做小了，总感觉力量感不足，那种古早呆板的感觉更严重了。当然也有种可能就是这玩意儿的塑料成型色啊，真的是很塑料，所以看上去质感比较差，不知道石油老对这个样子买不买账呢？毕竟他们才是这个玩具的主要消费人群嘛。OK， 那么都来到 R 魂系列，想必一定是为了优秀的可动和把玩吧。那么实际表现如何呢？低头单关节大概在30度左右，抬头则是一个双关节的设计，可以做到甚至超过90度的抬头。这个抬头的造型是为了之后和 UFO 合体准备的，不仅是头的后方做了一个可以抬起的开槽设计，整个脖子也是被转轴固定到后颈上，这才使得抬头的造型非常的优秀。然而左右却完全没有摆头啊，按下去就会回弹上来，估计内部不是一个球关，而是一根直桩，但我不是很敢尝试去转动弯折这根直桩，毕竟天气冷了很容易断嘛。另外360度的转头倒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接着肩部两侧的月牙刃倒是做了可以取下来的机构，但是没有给飞行特效也就算了，连个支架都没有，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摆啊。前身做了一个引出式的关节，能向前30度左右。另外大臂平抬后，胸口有个凹槽，进一步增加前身的范围。不过向后的可动性就很小了。肩头这个地方是一个双端球关的设计，甚至多给了肩部一定的上下空间。然而都设计成这样了，这个100度多一点的平台是怎么回事啊？我简直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啊！但事实就是如此，肩胛根本就没有做抬起避让，也就360度的垂直大风车还算是正常的。大臂根部有做出360度的平转设计，不过这个地方有点过于的紧了。曲肘也是迷之操作啊，虽然是2段弯折，但是关节内嵌进2段太深，导致曲肘过程中会有严重干涉，最后这个幅度只有120度不到。腕部也是给了这种弯折的关节啊，也是内嵌太深，只有20度左右的摆幅。不过小臂这里的尖刺展开终于是不需要替换键了，每一根刺根部都有球关，把它们全部向外转出来就好了。当然缺点就是造型非常的不稳定啊，尖刺随风摇摆，而且感觉拳头做大了会顶住部分尖刺。胸腰很给力啊，弯腰能达到超过45度的范围，挺胸由于要和 UFO 合体，所以也是轻而易举能达到30度以上，左右摆腰没有干涉，当然也是能到30度左右的范围。转腰有2段，下方的腰部不知道是不是有限位啊，大概是左右45度的范围，不过上方胸部是可以做360度转动的，然而没有必要，大概展示一下就好了。腿部的可动则是简单的优秀啊，首先前踢可以略微超过90度，如果只看垂直抬腿的话也有100度左右，而后踢则能达到45度附近，也是很不错了。侧踢也是简简单单的接近90度，虽然还差一点点啊，但也很够用了。另外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毫无干涉，很不错。最后屈膝和手肘一样，也是关节内嵌略深，虽然到不了180度吧，但150度也是非常够用了。
脚部可动方面，首先整个脚掌做了一段简单的下拉关节，感觉是超合金的技术下放，向内接地能达到30度以上，向外的幅度当然也是差不多的30度左右。接着整个脚掌的360度转动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一点紧。不过脚掌的前台和垫脚就很一般了，和接地一样，大概就是30度附近。总的来说，可动除了手以外都很 OK， 把玩手感也很不错。然而这就是它唯一的亮点了。作为一台定价380多的 R 魂，可能只有石油佬不在意价格，买来手边当串珠盘吧。只有这个价格，我去淘一点老的合金玩具盘着玩不香吗？何必买这个呀？还基本没有涂装，100左右的话，我觉得才是正常价啊，实在不推荐大家去买。那这里没开2度以下，想淘一些品相好的老合金，也可以上挖煤机去看看。毕竟日本二手买取的品相还是很严格的，而且很多老东西那边都会有收藏，有兴趣的话多刷刷看，说不定会有超级好价。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没想到又买了个小垃圾回来，求大家的一键3连回血呀，拜托各位啦！